不对呀，他怎么知道咱们也要订铁路媒体？他为什么会抢在咱们前面？到底是谁走漏风声？不是我，于总，真。大玉，这是不是又是个巧合啊？哪有那么多巧合呀？啊，想到一块也就算了，就连媒体的选择也一模一样的，你觉得可能还是巧合吗？怎么就不能是巧合了？铁路资源一共就那么几种，大家的用户群体受众也都是一样的，想到一块儿去再正常不过了。而且我听我朋友说，他们那边和铁路媒体沟通的时间比咱们早了1周，1周之前你连计划都还没出来呢。你是说我落后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据我所知，北漂生活网的工作范围很积极，他们所有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大家互相之间取长补短。他们有那么多的员工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，集众人之力想出这样一个方案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相反，北漂房客网只有你一个人在挑大梁，其他的人都是你的执行者。只要你一旦放松下来，整个公司的节奏都会变慢。原来我也觉得李腾飞他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，而不是领导者。但我现在发现不是这样的。在北漂房客网的时候，你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压抑了他的领导才能，而在那个没有你的全新平台上，李腾飞的才能才得以全方位的施展出来。你别说了。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你可能不爱听，可这些就是事实。我们面临的麻烦比你想象中要大得多。以李腾飞的领导能力、北漂生活网员工的实力，加上陈沪生背后的资金支持和关系网络，我们未来的压力只会更大。你要准备好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一定不会输。您不能进去，我们这儿没有垃圾可捡。姑娘，我不是捡垃圾的，我是来找我儿子。您儿子在我们公司上班？您开玩笑吧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李腾飞呀，李总，真好。我平时啊就在这儿工作。哎，谢谢啊。没关系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李总，那我先出去了，有事您叫我。好，先忙啊。啊，来，咱坐下。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先喝口水。好。儿子，哎，妈看到你这么有出息，妈真为你感到高兴。妈，儿子呢再好一点，我就把你接过来。好。你说你给你买的新衣服你也不穿，飞机也不坐，提前来了也不说一声，难怪人不放进来。儿子，妈是不是给你丢人了？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妈苦日子过惯了，你寄给妈的那些新衣服、新玩意儿，一是妈不会用，二是妈也舍不得穿呀。再说了，出门在外穿这么好，不是遭贼惦记吗？妈，这个衣服脏了咱可以洗，旧了咱就换新的，东西坏了呢，咱就修，过时了那就给它淘汰，好吧？或者是给那些需要的人。我可就您一个妈，你干嘛这么省啊？你说儿子在外边这么辛苦的打拼，不是希望您能过得好一点吗？儿子，妈知道你懂事、孝顺，妈没有白疼你。瞧你哭什么呀？本来挺高兴的。
人看到了还以为儿子不孝顺呢。谁敢说你不孝啊？我跟他拼命。儿子，你看妈给你带什么了？又带这么一堆啊！山核桃，咱家后山那个。妈自己种的。来，这回啊，妈还给你几个好兄弟各带了一包呢。有一个叫什么于什么，他特别爱吃咱的山核桃。啊，这个他叫啥？于鹏岳。哦，对，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于鹏岳，妈可想他们了，啥时候啊带我去见见他们啊？吃啊，有，还有。我租那房子太小了，所以这2天您就住这儿啊。这房间很贵吧？住一宿得花多少钱呢？儿子，妈不讲究的。妈，你先坐着啊。咱不想省钱那事儿，儿子有钱，你就踏踏实实的住下来啊。明天呢，我带你出去转2圈，咱来一趟不也得体验一下大城市的生活吗？对吧？对。我接个董事长电话。妈。喂，乔老。哦，去上海啊？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。妈，不好意思啊，临时接的电话，我明天得去上海出差一趟，但我就走1天。去忙吧，妈不耽误你啊，忙吧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我找个人陪你。找人？谁呀？你不是一直说希望我找个女朋友吗？我保证找的这个人，你绝对满意。好。喂，小雨。哎，腾飞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个事儿得请你帮个忙，你放心，不是公事儿，是跟我妈相关的。你妈妈，阿姨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呢刚接到通知，公司让我去上海开个会，正这个节骨眼上，我妈过来了，又提前没跟我说，弄得我措手不及的。我在想，你明天有没有空陪她出去逛逛？我晚上就回来。你找杨子陪是不是也行啊？嗨，杨子也有空的话，我就不找你了。再说他粗心大意的，我也不放心。你别多想啊，这事儿跟工作立场都没什么关系，就是朋友帮忙。哎，于鹏岳不会连这事儿有关吧？那行吧。那行，谢谢啊，我马上把我妈联系方式发你。哎，好嘞。怎么，觉得心里有愧？不好意思在这住了。不好意思，你想多了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，为了我妈，所以没什么愧疚的。叶知秋有一句话评价你，说你就是个伪君子。但凡有一点能为自己开脱的余地，就想方设法让自己心安理得。他看人挺准的，只可惜小雨看不准。
我妈来看我了，但是呢，我今天临时去上海出趟差，没办法，就只好让小雨替我照顾小哥哥。她答应了，所以这2天你可能就见不到小雨了。你又搞什么花样？搞什么花样？见个家长而已。你放心，他们俩一定会相处的很好的。哎，叔，小子，你给我们家小雨安排的什么工作呀？啊，他怎么在陪一个乡下老太太逛街呢？叔，这不是我安排的，他今天请假。请假了？那个老太太是谁呀？那是李腾飞他妈。啊？他妈正好来北方市看他。李腾飞呢又赶上出差，所以呢就想让小雨帮忙照顾1天。谁知道是故不故意的？我看是李腾飞想造既成事实。小子，你危险了！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你再输了，那我可真的就爱莫能助了。哎呦，叔，我求你，我这烦着呢，你别在这说风凉话了。开个玩笑啊，一点幽默感都没有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对自己没信心可以，你对我们家小雨不能没有信心，明白吗？我姑娘对朋友的事情有求必应是真的，但是我们家小雨绝对不是那种脚踩2只船的姑娘，明白吗？妈，哎，小雨，今天辛苦你了啊！谢谢。让我妈逛了这么一整天。其实我也好长时间没逛街了，陪阿姨也顺便放松一下我自己。小雨啊，这个你拿着。这是，这回我来啊，也没带什么好东西，这个你拿着。妈，不用，她带来了。不用，阿姨，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，真的不用。你是不是嫌弃啊？这怎么会呢？当然不是啦。啊，那我给你带上，来。也是我妈的一份心意，不值几个钱。你收着吧。好看，真好看。谢谢阿姨啊。谢什么呀？以后啊，我不在北方市，还得麻烦你替我照顾腾飞。腾飞这么独立的人，他哪需要别人照顾呀？再独立的男人，身边也得有个女人呀，你说是吧？妈，吃饭。哎，腾飞啊，你啥时候带我去看看你的好朋友于鹏岳呀？来了。哎，太真，鹏岳哥哥，怎么了？鹏岳哥哥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告别？你告什么别？你进来说来，你去哪儿啊？不了，我就是想家了，我想回去。鹏岳哥哥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把我当个妹妹，可是我是真的特别喜欢你。妹啊，你听我说啊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你别让你哥着急，听见没有？啊，你哥接个电话，你赶紧先进来，听着没？赶紧的啊，赶紧进来。
哎，爸，哎，儿子，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我问你啊，你跟太真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爸，怎么又来了？你不知道啊，太真的爸爸已经被抓起来了，听说他们家的财产都被冻结了，而且连他妈都给带走调查了。他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现在都哭着喊着要跟他们划清界限，都不敢沾他们家的事儿。我跟你说，臭小子啊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犯糊涂啊！你跟爸妈说实话，你跟太真到底到什么程度了？啊，在没在一起啊？爸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喂，都怪你！太真，太真，陈太真。太真，太真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。你被流氓拐卖了怎么办？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啊？我就是想透透气，我挺好的，我没事，彭越哥哥，我走了。太真，我都知道了。彭越哥哥，彭越哥哥，我没有地方去了，爸爸被抓了，妈妈也被带走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家里什么都没有了，银行卡也被冻结了。彭越哥哥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巨人可以依靠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妹，你放心啊，你彭越哥永远都是你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不会不管你的，听见了吗？没事，没事。彭越哥哥。看样子，他俩可能还得再抱一会儿，要不然，咱俩就在这待一会儿吧。这也不好笑啊！那我再给你讲一笑话。你还讲啊？这个笑话肯定好笑，真的。有一对夫妻去商场买手机，有一男的就看见了一个1000多的手机，带着他媳妇死活就不给他买，在那磨磨唧唧，就待了1个多小时。这个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跟男的说兄弟，就1000多块钱你都做不了主，这还得听你媳妇儿的。这男的一听就急眼了，那怎么着？那听你的，你给我做饭啊？彭越哥哥，哎，怎么了？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？你睡？哟，你们俩进来了。干嘛？
小雨，跟你商量点事儿。那个太真家出了点变故，没地方住。你这不一个人住着吗？反正还不用商量。没事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东西都拿来了，还不赶紧搬进去？谢谢狐狸精姐姐，谢谢若雨姐。行了，这以后别再叫我狐狸精姐姐就行啊。走吧。哟，小雨，你什么弄一镯子呀？这一看就是一老物件嘿。啊，我妈来了，我正好出差，小雨呢就陪我妈逛了一天街。我妈心里特过意不去，就送了一礼物。这个镯子这么古朴，应该是祖上传下来的吧？这一看就是祖上传下来的呀，那还用说吗？当时我奶奶手里就有一个，是我爷爷的妈妈传给她的。后来我奶奶又把这个镯子传给了我妈，我妈说等以后我有了媳妇儿，再把这镯子传给我媳妇儿。但是我这媳妇儿现在还没……腾飞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这个镯子它这么贵重，你帮我还给阿姨吧。不好意思。走吧，太真。李总，你说你这招管用吗？这话放出去，谁信呢？谣言能否生效，不在于真假，而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相信它。只要迎合了人们的心理，即使再假的谣言，也会有市场。对了，这一点叶总应该深有体会才是啊。我这不是琢磨着于鹏也是玩阴谋的行家吗？怕我们玩不过他。我这不是阴谋，是彻彻底底的阳谋。进。于总，签个字。遵命。大鱼，哎，这儿呢。敲门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小雨，刚才有2个员工找我辞职，我挽留了好久，他们才说了实话。这2天北漂生活网那边发来消息，说年底要发放巨额奖金，不管来的早晚，只要在年底前入职，人人有份儿。咱们的公司的员工都知道今年没有奖金，现在人心惶惶，每个人想办法准备年底前跳槽过去呢。腾飞，你冷静点儿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。一个公司的奖金分配应该是很机密的事情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散出消息来？而且现在才10月，这个时候谈年底的奖金发放是不是有点太早了？还说什么不论早晚人人有份，这不是打老员工的脸吗？我倒觉得这是他们对付我们的一个阴谋。这不是阴谋，这是阳谋。李腾飞知道咱们的处境，他就是想用流言蜚语瓦解公司人的心，真够狠的。1分钱不花，就已经让咱们的员工人在曹营心在汉。那要是咱们也告诉员工年底前发放奖金呢？那就更如他们的意了。
如果发少了的话，员工们就会有对比，会增加对公司的不满情绪；如果多发的话，员工倒是开心了，那我们后期就没有流动资金再搞新的项目，就会被他们拉得更远。这点手段还难不倒我。他想当硫磺树，偏不让他入园。今天把大家都叫来，是因为公司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流言在传，不少人听到以后甚至信以为真，蠢蠢欲动，相互串联。我明白大家的心思，谁不想多赚点钱？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，这根本就不是流言，而是谣言。换作是你们，你们会怎么想？辛辛苦苦地在公司工作了1年，马上就要拿到年终奖了，突然间公司来了一批新人，只干了几天，却拿的奖金跟你们一样，你们愿意吗？你们当然不愿意了。从一个只有3个人的小公司，到鼎盛时期规模接近100人，这一路走来，里面有多少的酸甜苦辣，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我们没有走前人走过的路，我们只是开辟了一条先人从未走过的路。虽然这条路很难走，一路上披荆斩棘，但我从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成功了，我们开创了历史的篇章。我们不但创造了自己的价值，同时也造福了千千万万的北漂们的生活。我们值得为自己骄傲。我从来不亏待员工，尤其是那些在公司举步维艰的时候依然追随我们的员工。你们是公司的脊梁，只要有你们在，我就有信心面对一切困难，带你们重建昔日的辉煌。我宣布，公司将拿出150万作为大家的年终奖金，在春节前发放。还是老规矩，不论级别，不论职位，只论绩效和贡献。可就在刚刚，公司又有5个有资格拿到这样奖金的人离开了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其他人又可以多得10%的奖金。不行啊，大鱼，你把钱都发奖金了，明年拿什么做市场活动，拿什么做新的项目啊？周岩，我知道你是为公司考虑，但是公司不是你跟我的，而是大家的。那也不行，发钱的时候倒是痛快了，可将来怎么办？你不能竭泽而渔啊！我说过，公司最重要的不是钱，而是员工。如果没有员工们的努力，哪儿来的公司？再说了，还有4个月的时间，我相信我们大家能赚回来。这不一样，当初咱们是一枝独秀，现在呢，咱们面临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。你说的我都明白，但是我刚才已经宣布了，这个年终奖我一定要发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咱们私下讨论。那行吧，钱我不要了，公司能省一点是一点吧。是于总，我那份也不要。我是公司的老员工，您刚才说的我深有体会。既然公司现在需要用钱的地方这么多，您就拿去用。我的也不要了。大鱼，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懂。就这几万块钱，你说我们拿了，一夜之间也不能变成富翁啊。与其存在银行，我们不如拿出来支持公司。对呀，于总，您就当是我们几个老员工把钱借给公司的，这还不行吗？借？没错，我们把年终奖借给公司，等明年发的时候，一起还给我们就行了。不过于总，这利息您给我们算的高点呗。那好吧，老邢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利息就按10%算吧。这么多呢？
于总，我的奖金现在暂时也用不到，能不能借给公司啊？当然可以，只要是自愿的，都是10%。谢谢于总。我没想好， 10%的利息啊！你说这个到时候能兑现吗？应该可以。我觉得于总说话还是很靠谱的，公司这样也没见他亏待员工吧？总比我们把钱投给那些会跑路的 PPT 公司强吧？前段时间那个风雅不就爆雷了吗？哎，也是，要不咱们试试吧？行，试试看吧。反正我也没指望公司今年能发钱，当买彩票。我也投。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。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。散会。于总，于总，结果出来了，只有4个人想落袋为安，看来咱这出戏呀，还真没白演。想想也真不知道该哭还是笑。一会儿该怎么说都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好，去吧。哟，周总，王律师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。小雨，进去吧。还是算了吧，这种事情我实在是做不来，你们还是自己来吧。小雨，哎，我知道，你们几个呀，都不是那种爱算计人的人，特别是算计自己人。可这回，咱不是被逼到这份儿上了吗？您放心，有什么事儿都算我头上。为了公司，这个雷我来顶。我行，走吧。有这种办法糊弄大家，真觉得心里有亏。您不能这么想啊！这钱咱又不是不发了，只不过是周期从4个月延长到了16个月。那每个人还都到王律师那儿签了协议的。要我说呀，还是您平时对大伙儿太好了，大伙儿都信任您。要不然谁敢把这奖金借给公司啊？这事儿要搁别的地儿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就冲大伙对我这份信任，我一定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哎呀，这原以为呀，至少得发200万，才能跟北漂生活网那边打一平手。让您这么一弄，咱只发150万的奖金和10来万的利息，大家还都觉得自己赚着了。哎，最关键的是啊，这么一来，这军心可就稳了。估计未来这几个月不会再有人辞职了。现如今这中小企业想到外边融个资、拆个借，怎么也得12%起步吧，20%的都有。像咱们这样，就花10%的利息就给他搞定。您说这事儿要那边知道了，还不得把他们给气死？李腾飞才不会生气呢，估计他还得帮咱一把。他真这么说的？是啊，于总他就是这么说的。我不信他那套，我还是比较相信您，所以就投奔您这儿来了。相信我？相信我什么？您不是说只要过来年底就有奖金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公司里都传着。你也知道那是传言，既然是传言，为什么要信？于鹏岳说的没错，如果干了1个季度和苦干1年的拿的一样多，那我这公司的人心岂不是散了？可是李总，我真不知道这消息怎么传出去的，我得好好查查。行了，回你公司忙吧。李总，我都已经辞职了呀，专门是为投奔您来的呀。我什么时候说要你了？您不是说……你都说了，那是谣言，不是真的。行了，文文送客。李总，再商量商量，再商量商量吧。李总，李总，你再给我个机会。李总，我干什么都行啊，李总。李总，不要赶我走啊，李总。于总，于总，于总，你再给我个机会啊，于总。我来走，我错了。我说老沙，还是回去吧。男子汉大丈夫，
自己做的事儿自己就得负责。邢经理，您再跟于总替我求求情吧，这次我真的不想走了，真的不想走了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怎么就能犯这种错？要我说呀，你还是赶紧投简历找工作去吧，啊，兴许能找一个干3个月就拿全年年终奖的。好，邢经理，您再跟我替于总求求情吧，求求您了。走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邢经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好好。大宇，老让他们这样喊，多影响工作。没事，让他们喊去。他们不来，我想花钱请他们来。他们只要多喊喊，留下的人才懂得珍惜。可是我总觉得这样摆弄人心有点不太好。何止是不好，简直是在玩火，一不留神就会引火烧身。我能不知道是在玩火吗？知道你还这么干？我也是没有办法才逼到这一步的。现在公司管理层的人已经走了一半了，如果大家再不齐心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争。我看是你自己把自己逼到这一步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既然人心已经定了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反击啊？我打算再推出一个新活动。春节对于所有的北漂来说，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它不同于其他的节日，更像是一个充满了亲情的神圣的仪式，牵动着每一个游子的心。大家想一想，他们辛苦劳动了1年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和亲朋好友过上幸福的生活吗？在见到亲人和妻儿那一刻，我想他们一定有很多的心里话想对他们说，很多的苦与他们倾诉，很多的快乐与他们分享。因此，我想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这些北漂们在网上对这些亲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选出最真诚、最浪漫、最幸运的多位参与者，赠送他们免费的回乡车票，并且送上咱们的一句祝福。因此，本次活动的主题就叫做“让爱免费回家”。哎，我觉得于总这创意非常好。既然咱们在资金实力上比不上人家，那我们就从情感的角度出发，借助北漂心中对家人的思念，达到咱们扩大影响、增加流量的目的。绝了，绝了！我也觉得行。可是万一咱们搞那么多票，被人家当成黄牛党怎么办啊？你也太实在了，咱们只需要赠送他们相应票值的奖金不就完了吗？我知道本次活动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讨论，咱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先把一个大调子定下来，至于其他的，我们再做深化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们的竞争对手北漂生活网那边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？对呀，万一他们抄咱们创意怎么办啊？实不相瞒，我就等着他们抄呢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北漂房客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？啊，那个于鹏岳那边啊，在跟咱们争夺铁路媒体失败之后，重新把重心放在了网络上，新搞了一个什么叫做“让爱免费回家”的活动，来拉拢人气。免费回家？哎呀，这说白了就是，让这个网友啊，在春节前对家里人说句心里话，然后再从中抽取一定比例，给他们报销回家车费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我觉得这是于鹏岳一贯的操作方式，以小博大，以柔克刚。他一定是觉得在资金方面比不过我们，所以就开始打感情牌。没错，不过我觉得大鱼这个感情牌啊，真的打得恰到好处，这现场的人嗨得去。打住啊！别老大鱼啊！包括你，什么于总啊？你们现在是在北漂生活网和于鹏岳是竞争关系，于鹏岳是你们的敌人。这叫什么不就是一代号吗？叫大鱼怎么了？叫他大鱼你能少块肉是怎么着啊？这是态度问题。行了，有这个精力聊聊正事。老叶，说说你的想法。要我说简单，直接拿过来啊，奖金翻倍，中奖几率翻倍，搞定。
你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不是你说谁不要脸呢？兵者，诡道也。自古以来，兵就不厌诈，这都不知道。什么诈不诈的啊？长脑子干嘛使？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？抄别人的有意思吗？自己动动脑子，想想办法。你这让别人知道，也不让人笑话死啊！笑话？谁笑话我？他能够让网友给家里说句心里话，我们就不能让网友给家里带句贴心话吗？稍微变变，不就是自己的东西吗？那你这不还是抄吗？啊？你不觉得丢人，我还觉得丢人呢。丢什么人？怕丢人就别做生意。再说了，同行相互借鉴的例子多了去了啊！照你这么说，人家干了我们就不能干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有句话说得好，叫一直在模仿，从未被起诉。学着，这才是做生意的最高境界。我看你是无耻的最高境界。那你说谁无耻？说你呢？能不能聊正事？